朋友们，你能想象吗？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一个月只买了15吨黄金，这是印度近30年来最低的单月进口量。而就在3个月前，这个国家刚刚交出了一份创纪录的全年进口账单。更奇怪的是，进口断崖式下跌之后，金价不但没掉，反而稳稳站在每盎司4500美元上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一场监管事故，还是一面照妖镜？如果你手里有1克黄金、1枚银币，或者只是关心未来3个月金价怎么走，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日，黄金价格在每盎司4518到4574美元之间震荡，白银在每盎司73到74美元附近。价格本身没什么大新闻，但价格背后的故事才是我们今天要拆的硬核内容。先给不熟悉印度黄金市场的朋友补一个背景。印度是全球第2大黄金消费国，仅次于中国，常年占据全球黄金消费量的 20% 到 25%， 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卖出5克黄金，就有大约1克是被印度人买走的。婚礼、节日、宗教仪式、家庭储蓄，黄金在印度不是投资品，是生活必需品。正因为这样，印度的进口数据是全世界黄金分析师每个月都要盯的指标，而4月份的这份数据让所有人都揉了揉眼睛。好，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3章拆解。4月份印度黄金进口量大约15吨，是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差不多回到了1996年那个时代的进口规模，同比下跌大约 57%， 去年同期是约35吨。更刺眼的对比在这里，印度财年2025到2026全年的黄金进口金额达到了大约720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是历史最高纪录。换算成月均进口量大约60吨，也就是说前面11个月每个月平均买60吨，到了4月这一个月突然只买了15吨，从月均的高位直接砍到原来的1/4。这不是缓慢下滑，这是悬崖式坠落。你需要知道的，印度4月黄金进口约15吨，是近30年最低，比月均水平腰斩还多。而前一财年刚创下720亿美元的进口金额记录。你可以做的，以后看印度进口数据，不要只看单月数字，要把它和过去12个月的月均水平对比，这样你就能立刻判断是趋势转弯还是一次性事件。一个简单的检查方式，打开世界黄金协会的 Gold Focus 网站，他们每个月都会更新印度月度需求数据，并且会标注与12个月均值的偏离程度。留个悬念，一个全年创纪录的国家，怎么可能在1个月内突然停手？答案不在需求端，而在监管端。这个我们第2章细说。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这种从一条监管细节切入全球黄金需求版图的拆解对你判断市场有帮助，记得点一个赞，订阅好投资的频道。我们专门做印度中国央行购金这种容易被英文频道忽略，但对金银价格至关重要的深度内容。打开小铃铛，下一期我们准备拆解中国央行连续购金月份的最新走向，你不会想错过的。4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是一条税收新规。印度海关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对银行进口的黄金征收 3% 的 IGST， 也就是综合商品及服务税。这条规则之前并不适用于银行渠道的黄金进口，所以银行一直是印度黄金进口的主力通道之一。新规一出，银行集体懵了，因为 3% 的税意味着每进口1公斤黄金成本立刻多出几千美元。在黄金贸易这种薄利多销的生意里， 3% 的税几乎吃掉了全部的批发利润。银行的反应很简单，暂停，等政策细则明确，等抵扣机制清楚，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进口。结果就是印度黄金进口的一条主动脉瞬间被掐断了。这里有一个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对比，印度财年2025到2026全年进口大约720亿美元黄金，按4500美元1盎司大致折算，相当于500吨左右的实物黄金，这相当于全球矿产年产量的大约 15%。
一个国家一年吃掉了全球矿产的 15%， 然后仅仅因为一条税收细则的不确定性，这条吞金大动脉就停摆了。这就像高速公路上一辆满载的卡车，因为收费站的收据格式没印好，被迫停在路边等了1个月。你需要知道的，印度4月进口崩塌的直接原因不是需求消失，而是 3% 的 IGST 让银行进口通道暂时关闭，是一次监管驱动的供应中断，不是消费者驱动的需求萎缩。你可以做的，判断一个国家的黄金数据异动，先问3个问题：第一，是需求变了还是渠道变了？第二，是消费者不想买还是中间商不能卖？第三，这个变化是结构性的还是一次性的？这3个问题问完，你就不会被一个吓人的数字带偏。一个实用的小工具，印度财政部和海关总署的官方公告网站会更新最新税收细则，配合 Business Standard 和 Reuters 的印度分社报道，基本能在48小时内拼出全貌。留个悬念，如果印度1个月少买了45吨黄金，按理说全球金价应该跌一截，但金价不但没跌，还稳稳站在4500美元上方。这是为什么？第3章我们解开这个谜。印度4月份大概比正常水平少买了45吨黄金，这个量相当于全球月均矿产量的1/10左右。按照常理，全球最大消费国之一突然消失，金价应该承压，但实际情况是5月初金价在4500美元上方稳稳站住。这面镜子到底照出了什么？第一种解读，黄金需求比我们想象的更有韧性。印度银行渠道断了，但其他买家在补位，央行还在持续购金，西方 ETF 资金在某些日子重新流入，中东和亚洲的私人买家在4500美元这个价位依然愿意接货。第二种解读，黄金需求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只是脆弱被掩盖了。如果印度的进口断崖只是一个开始，如果其他国家也跟着出现监管或税收冲击，那么金价的支撑可能比看上去要薄。哪种解读更接近真相？我不给你答案，因为没有人有答案，但我可以给你几个观察坐标。美国银行最近的研究维持金价6000美元目标，白银86美元的均价预测，理由是联储人事不确定，财政赤字持续，机构投资者的黄金配置比例仍在历史低位。Wisdom Tree 的大宗商品研究主管预测，金价会在2027年第1季度达到5500美元，理由是央行政策错误风险。Herodotus 则提醒，分裂的联储让降息催化剂消失，黄金短期承压，但欧洲电动车市场在支撑白银的工业需求。彼得·欧尔西夫在5月初的推文里说，2025年是突破年，2026年才是真正见真章的年份。这些观点不是结论，是坐标。你把印度断崖式进口放进这张坐标图里看，你会发现一件事，黄金的多头逻辑从来不是靠任何单一国家的需求支撑的，它是靠央行、机构、ETF、零售4条腿一起走路，一条腿瘸了，另外3条还在走。但反过来说，如果4条腿陆续都出问题，那才是真正的转折点。你需要知道的，印度4月进口崩塌没有压垮金价，说明黄金需求结构是多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黄金没有脆弱性，只是脆弱性还没有集中暴露。你可以做的，建立一个4条腿监控清单。第一条腿，央行购金，看世界黄金协会每季度的 Gold Demand Trends 报告。第二条腿，机构与 ETF， 看 SPDR 黄金 ETF 的持仓变化。第三条腿，零售实物，看印度和中国的月度进口数据。第四条腿，期货与机构持仓，看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 COT 报告。每周花10分钟扫一眼这4条腿，你对金价的感知会比 90% 的散户更立体。给你3步行动清单。第一步，把世界黄金协会的 Gold Focus 印度月报加入你的浏览器书签，每月初固定花5分钟扫一遍。第二步，建立刚才说的4条腿监控清单，央行、ETF、零售、期货持仓，每周打开一次。第三步，下次再看到吓人的单月数据，先问3个问题：是需求变了还是渠道变了？是不能买还是不想买？
是结构性还是一次性。如果今天这条视频让你对印度黄金市场有了新的认识，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把这条视频转发给那个总爱说印度人爱买金所以金价稳的朋友，让他也看看真实的供需结构长什么样。留个互动问题给你，你认为印度的 3% IGST 会在多久内得到澄清并恢复进口？1个月、3个月还是6个月以上？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我会在下一期视频里挑选有代表性的留言来回应。最后，按惯例必须说明，本频道所有内容仅供信息参考和学习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买卖推荐或财务规划意见。黄金白银价格波动剧烈，投资有风险，决策请基于你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财务状况以及与持牌专业人士的咨询。好投资不对任何依据本视频内容做出的投资决定承担责任。